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Amber 档案。在刚刚结束的2024年奥斯卡颁奖礼上，传记片《奥本海默》以13项提名、7项大奖成为最大的赢家。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不仅是拿奖拿到手酸啊，还以风度翩翩的举止、温文儒雅的谈吐，稳稳地晋升为魅力中年男神。Christopher Nolan Oppenheimer.This is the first Oscar win and 8th nomination for Christopher Nolan. He received his first nomination for his Memento screenplay. 他在最佳导演的获奖感言中特别感谢了弟弟 Jonathan。作为他多年的御用编剧，弟弟呢不仅一手打造了蝙蝠侠、黑暗骑士系列的剧本还写出了西部世界、疑犯追踪等大热的美剧，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一代才子。诺兰两兄弟不管是颜值、才华还是名气，都三重在线，妥妥的人生赢家，堪称父母培养孩子的天花板。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其实诺兰家是3兄弟，他们2个呢，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叫 Matthew。而相比于这2个弟弟在事业上的能行这个大哥干的活则很行。他是个拿钱办事的职业杀手，不仅是被国际刑警跨国通缉数年，还在落网后试图越狱。这些个彪悍的操作、炸裂的人生履历，属于蝙蝠侠看了都摇头，小丑听了都要跟他拜把子的程度，让人不得不怀疑诺兰兄弟是不是参考了大哥的亲身经历，才把电影里头的反派刻画的个个有血有肉，入木三分可是当我们一路去深挖诺兰大哥的犯罪事迹，却越看越觉得这画风好像有点不搭。因为比起蝙蝠侠系列那种阴郁沉重的犯罪片，大哥的故事貌似更适合另一对电影兄弟档科恩兄弟，活脱脱的是一部黑色喜剧片概括下来呢，就是这诺大哥本来想成为那个大杀四方的癫狂小丑，但是却在自己的一系列神操作下成了字面意义上的真小丑。那还请大家点点订阅，点点赞。下面就让咱们来讲讲这个诺兰家的另一个男人。事情要从2005年的哥斯达黎加说起。我们在拉丁歌王 Ricky Martin 那期节目中就说过，这个美丽的加勒比岛国不仅是风景如画，堪比美国的后花园，还因为政府的腐败呢，黑帮毒贩横行，而成为了一个法外之地。在这儿有钱似乎可以为所欲为，而几乎毫无监管的金融业呢，更是让这变成了一个全球知名的洗钱圣地，遍地都是全球大佬们注册的空壳公司，每天都有千万甚至是上亿的现金流进流出，是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堪比现实版的哥谭市。而这里头呢，有一个名叫 Bob Braska 的佛罗里达富豪，他明面上是一个专营国际进出口的珠宝商人，但其实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帮大佬。早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就因为走私毒品和枪械，在监狱里头几进几出了，还因为在一次火拼中擦枪走火打死了人而被判入狱6年。3年后呢，他获得假释，干脆就离开了美国，用之前刀口舔血攒下的家底去哥斯达黎加当起了土财主。当然了，他在暗地里头通过买卖珠宝为幌子，继续干着他那走私的勾当，还在当地找了一个选美小姐当自己的2房小妾。大家瞅一眼这位小妾胸前的那对凶器就知道全身上下肯定少不了科技与狠活。而他呢，在傍上了 Bob 这个大佬之后，更是现出了吞金兽的原型。小到珠宝首饰、鞋子包包，大到豪车豪宅、私人飞机，甚至身体里填充假体的日常维护都由这个大他30来岁的老冤种全部承担。那这么一番折腾，哪怕是万贯家财，也很快就变得捉襟见肘本着苍蝇腿也是肉，能着补一点是一点的想法呢，Bob 终于联系了自己的会计师，要求查账。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居然有700万美元在反复的倒手中不翼而飞了。而且呢，还不是一次性蒸发而是在过去4、5年的时间里，如蚂蚁搬家一般，一点一点消失掉的。如果不是这次 Bob 为了讨好小妾而彻查账本可能还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头呢。Bob 呢，自然是找的会计师去兴师问罪，但是对方明显是早有准备，一脚把这皮球踢向了一个黑白通吃的当地律师，说钱是放在律师那边投资放贷去了。而当 Bob 一路追过去的时候呢，却遭到了当头一棒，
那律师啊，居然在几个月前就死了。根据哥斯达黎加警方给出的验尸报告啊，这个律师呢死于药物过量和酒精中毒，最后定性为自杀。不过，鉴于当地警察向来都是拿钱办事儿，Bob 就怀疑啊，这里头肯定是藏着猫腻儿啊，要么就是有人图财害命、杀人灭口，要么就是这个律师金蝉脱壳、卷款假死啊。而律师的家属则把脖子一梗：“钱？啥钱？我们可不知道。他死后第3天就送去火化了，要不我把骨灰罐给你抱过来。”你去跟他亲口问问。无奈之下呀，Bob 只能回过头来找那个会计师，结果对方依然是油盐不进，说：“大哥，您这可是洗钱的黑道生意啊！别说是问钱的流向了，就连发票咱是一张都不敢开呀。这您让我上哪儿去给你找这700万？这笔钱呢，又不是什么小数目，小妾那边的枕边风又吹得急。于是啊，Bob 当年的黑帮大佬的本色就体现出来了。不说是吧？好，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把钱给吐出来。由于这时啊，Bob 已经年过60旬了，不当大哥好多年，亲自上手实操可能性不大。于是他决定花钱找人来干这个脏活。他联系了好几个当地的收债公司，可是他们一听这会计师也是个美国人，就没有黑帮敢动。要知道啊，他们平日里再是横行乡里，那也是耗子扛枪窝里横，如果得罪了美国啊，那可是会被连锅端的。那怎么办呢？看来只能是魔法打败魔法，找个美国人来干这个事儿了。于是啊，Bob 就联系上了他之前的那些本土人脉，发出了黑道的招聘广告。结果没过多久啊，还真的有一个一头金发、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就过来应聘了。咱们也不卖关子了，他呢就是咱们先前提到的诺兰家的大哥 Matthew。尽管这个时候啊，诺导已经在好莱坞小有名气，拿到了人生的第1个奥斯卡提名了，但是对于完全不关心电影圈的Bob来说呢，他对诺兰这个姓氏啊，压根就没啥感觉。他关心的只是眼前的这个人，他够不够心狠手辣，能不能帮自己把钱给追回来。而对方呢，也貌似是信心十足啊，侃侃而谈，说自己的父亲是英国贵族，母亲是美国人，从小就会多国语言，还在英国的特种部队受训了很多年，精通各种枪械以及擒拿格斗，而且他还能文能武，是个电脑黑客，上到政府机构的机密文件，下到开给小三儿的银行小金库流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拿不到。他退役后啊，受聘于多家国际安保公司，参与了数十次人质解救和反恐行动，成功率高达100%。这一通海吹下来，让见多识广的大佬 Bob 都觉得自己眼前做的活脱脱的就是个詹姆斯邦德啊，让他给自己讨账，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大材小用啊。可能也看出了他的疑虑，对方自信的微微一笑，说：“嗨，我本来呀也是金盆洗手，不干这行了。这不刚好最近手头有点紧，才勉为其难啊出山再干一票。如果您觉得太贵啊，我也可以介绍我的徒弟给你，他的收费啊倒是便宜。不过俺们这一行啊就讲究一个一击必胜，所以嘛啊你懂的。”一听这话呀，Bob马上是点头如捣蒜啊，说懂，我都懂，不就是钱嘛，只要您把我的账讨回来，什么都好说。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啊，两个人最后敲定这个事儿，佣金高达300万，预付了60万定金。一旦那700万追到了 Bob 账上，那他就会结清剩下的尾款。Matthew 一开始啊是想要把会计师呢给骗到美国来，利用主场优势逼他就范，结果对方警惕性很高，死活不上套。于是呢 Matthew 只好启动了 B 计划，于2005年3月只身前往哥斯达黎加。但是啊，他的这次跨国行动从一开始就从专业中透着点不靠谱。专业之处在于啊，他好歹知道干这个事儿得给自己整个假身份，完事之后呢才能避开警方的追查。但不靠谱的地方是啊，他用的假护照上面的名字是 Matthew 奥本海默。他给自己起这个假名倒不是跟弟弟多年后拍的电影产生了这个量子纠缠，而单纯是因为奥本海默家族本身是非常有钱有权的，是全球的钻石巨头戴比尔斯公司的大股东。故他讨债的 Bob 呢，平日里头也是以珠宝商人自居。他假扮奥本海默家的年轻继承人，能让两个人的接触交往更有几分可信度。可是坏就坏在这个姓氏放在现在也是全球闻名啊，
而在当年可谓是妇孺皆知，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下意识的多看他2眼，总觉得他下一把是不是就会从公文包里头摸出个红色大按钮来。结果搞来的这个假身份本来是为了低调行事，那这下可好，他才入住圣何塞的豪华酒店没几天，半个城的人都知道是来了个奥本海默，过来推销的、求职的，或者就是单纯想看看他长啥样的，就把酒店大堂挤了个水泄不通。这样的众目睽睽之下， Matthew 的行动肯定是举步维艰啊。于是他只能再次修改了计划，去当地的租车行租了辆白色的丰田箱型车，又花钱雇了个名叫阿隆索的年轻人来给自己当司机和助手。这个阿隆索呢，原本是 Matthew 下榻的酒店的一个门房，因为能说会道、头脑聪明而被他招入麾下。不过这人也有着当地年轻人普遍都有的中看不中用，以及祖传的不靠谱。之后咱们会细说。虽说这个租来的车和助手都堪比蝙蝠侠和罗宾的低配版但是目标会计师呢，还是如愿以偿的上钩了。Matthew 对他说，自己有一笔1300万的钱想要转入哥斯达黎加的账户里进行避税。会计师不疑有他很快就给出了一系列的跨国转账的方案。在之后的几天里呢，2个人一起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会计师对于这个谈吐不俗、出手阔绰的富二代是深信不疑。可是2个人的话题一旦涉及到那消失的700万，会计师就会非常谨慎的缄口不谈。那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了。又等了快1个礼拜，眼看着奥本海默的热度已经下去了， Matthew 便以开银行的账户为理由给会计师约了出来。待2人走到一处偏僻的巷子，他便突然下手将会计师打晕，塞进了同伙阿隆索开的那辆白色丰田，将他拉到了一处海边小屋囚禁了起来。而当天下午呢， Matthew 便以老婆在美国突发疾病为由从酒店退房离开。不过根据海关提供的信息他并没有回到家中，而是降落在了休斯顿，然后又马不停蹄的一路飞往了法国巴黎，之后又去了趟纽约和迈阿密，最后回到了哥斯达黎加。整个过程仅仅历时3天。那为什么他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美国和欧洲都跑了一圈呢？根据哥斯达黎加警方的说法他是去找那笔钱去了。他一边吩咐同伙阿隆索对会计师严刑拷打，一边通过他给出的线索去那些银行追踪资金的流向。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会计师屈打成招胡诌了一堆信息，还是转账过程中真的出现了别的纰漏，有其他人半路截胡了。反正呢 Matthew 是折腾了大半个地球，最后是一无所获，1分钱都没找回来。而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却又有着2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根据阿隆索的交代发现上当受骗后的 Matthew 气急败坏，2眼通红。他在走进那间囚禁会计师的小屋后就吩咐同伙去门口放风，随后就是里面伴随着惨叫的一通乒乒乓乓。当阿隆索再次进去的时候，发现会计师已经血肉模糊，没有了气息。另一个版本呢是 Matthew 的律师所说，阿隆索就是出手没轻没重，急于向老板邀功的二愣子，也不顾 Matthew 在电话里头吩咐他要口头威胁为主，身体碰撞为辅，直接上手就开打。再加上这个会计师呢，他本来就有心脏病，还不到2天呢就全身抽搐昏迷不醒。于是Matthew 赶紧飞回来善后，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无论是哪种说法吧，结果都是这会计师在被2个人绑架后一命呜呼了。而最要命的是他到死也没说出来那700万美元到底去哪儿了。这就很尴尬了，因为之前 Matthew 和 Bob 签订的可是300万美元保证能收着钱的全包合同他又是搞假护照，又是住豪华酒店，还美国欧洲飞来飞去的，早就把那些定金花了个七七八八。现在会计师死了，那剩下的大头佣金眼看着就要打水漂了，这让他怎么不急呢？于是他先是和阿隆索一起就近找了一个香蕉种植园，把会计师的尸体呢给挖坑埋了，然后以要回美国处理后续事宜为由直接跑路了。不仅没有跟阿隆索结账，甚至连租的那辆白色丰田也没来得及退回车行。这说好了一起赚大钱，怎么就这样没了下文呢？不过这阿隆索压根就不在意，他甚至为自己白得了一辆车而沾沾自喜呢。每天就开着这辆绑过人、抛过尸的车子去跑黑出租了。
而且还因为超速被摄像头拍到，连吃了2张罚单。他压根没去交罚款，因为他觉得呀，这车谁租的谁交钱，关我屁事儿。结果事情坏就坏在了这2张逾期不交的罚单上。1个多月后呢，因为拖欠罚单，这辆车就被拖走了，退回给了车行。司机阿隆索也因为和租车登记的信息不符，怀疑是偷车贼而被逮捕了。而在车行进行例行的清洁的时候呢，在车子的后备箱里发现了大量黑色的污渍，还发出阵阵恶臭，于是赶紧报警。那这下好了，轮到阿隆索被严刑逼供了。他在警方的询问下很快就招认了，并且带着警察就去到了那个种植园，挖出了会计师的尸体。而此时距离他被报告失踪已经过去了快4个月。只能说在当地警方的眼里开超速罚单的优先级可能要远远高于绑架杀人案。而且警察很快就发现这个同伙呢，不仅是道德底线低到了没谱，智商也是聊胜于无啊。他除了知道 Matthew 是酒店的一个客人，来自著名的奥本海默家族之外，对别的是一无所知。就连为什么要绑架这位会计师，到底要从他那儿得到什么信息，压根儿就说不清楚，更别提知道谁是 Matthew 的上家了。这边会计师的家人倒是提供了他在失踪前写下的一本关键的日记，上面非常明确的就点出，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那么肯定跟那个珠宝商 Bob 有关。而当警察找到 Bob， 他是一问三不知，坚决不承认自己跟会计师的死有关，更加否认他是花钱雇人去暴力催过债。不过警察却从他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在会计师失踪后呢，有一个注册地点在英国的电话号码频繁地跟 Bob 进行过联系，而这么一路追查下去这号码的所有人正是诺兰3兄弟的父亲。在把照片拿给阿隆索进行辨认后呢，警方最终认定 Matthew 奥本海默就是 Matthew 诺兰。而这个时候距离会计师遇害已经过去了快1年，而 Matthew 拥有美国和英国的双重国籍，早就不知道消失在了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于是他们只能向国际刑警去申请有关 Matthew 的红色通缉令。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这个事儿看起来实在是像一起分赃不均导致的黑吃黑，还是哥斯达黎加真就是一个3不管的法外之地。国际刑警组织磨磨蹭蹭了1年多，才终于发出了通缉令，并且要求美国 FBI 协助进行调查。进度条到了这儿你们是不是感觉马上要来一场激动人心的亡命天涯了？ No FBI 呢并没有花太大功夫就找到了和老婆孩子住在芝加哥郊区的 Matthew， 他甚至都没有更名改姓，而是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过着每天普通的生活。如此嚣张的逃亡态度让 FBI 一时间就拿不定主意了，到底该不该抓呀？瞅着这人好像在下一盘大棋呀，搞不好他背后还有更大的大佬，是个深藏不露的双面间谍。于是在层层上报之后， FBI 就决定先按兵不动，把他密切的监视起来，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呢， FBI 发现 Matthew 看上去日子过得是风轻云淡，岁月静好，其实私下里却忙得一匹，不仅是和多个黑客和私人侦探频频联系，自己也多次往返欧洲，主要的目的还是去调查各家银行和投资公司。搞了半天，他这些年依然在给 Bob 追讨那700万美元。这个敬业程度和永不言败的精神，简直如同他弟弟诺导影片里的男主角附体当然了，更大一层原因可能是他如果不把钱给追回来，就拿不到那剩余的200多万尾款。这笔钱对于他这个多年没有正经工作，还有老婆孩子房贷车贷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一看这架势， FBI 彻底不急了，那就还是先盯着吧，万一真的让他把钱给找着了呢？而哥斯达黎加那边呢就更不急了，美国爸爸这边办事儿，俺们敢催吗？不敢嘛。于是他们干脆把那个从犯阿隆索给重判了30年，先堵住死者家属的嘴再说。而甲方爸爸 Bob 似乎也不是很着急，因为随着消费降级他的小妾已经跟人跑了，少了这个用钱的大头，他也不那么迫切的要追回这笔钱了。于是这几方就这么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如同台下的观众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Matthew 在台上忙活，直到2008年又有一方势力的介入，才终止了这场表演。这一方势力呢，指的就是芝加哥警局。
原因是他们收到了好几起报案，有个自称是大导演诺兰哥哥的人各种坑蒙拐骗，以可以让商家在拍摄的蝙蝠侠大片中植入软广告为名，收取了大量的钱财之后跑路了，甚至还对外开出了1万美元的高价，说可以让人家去试驾电影里那款炫酷的蝙蝠车30分钟，体验一下当超级英雄的快感。可是当对方真的被忽悠交了钱之后啊，别说蝙蝠车了，就连3轮车都见不着一辆。他呢，还将当年会计师帮他在哥斯达黎加办理的银行账户和空壳公司啊，都废物利用了起来，开出空头支票，利用两国银行在兑换上面的时间差，疯狂套现了近20万美元。这个操作啊，也终于引起了金融犯罪调查科的注意，一路追查，发现他呀，不仅真的是诺兰导演的哥哥，而且还是个跨国通缉犯。此时正处于 FBI 的严密监控之下。可是呢，对于要不要抓他，双方又起了争执。FBI 是坚持认为要放长线钓大鱼，引出他背后的国际犯罪组织的真正大佬。但是芝加哥警局却觉得 Matthew 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大骗子，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幕后的推手。就在两边僵持不下之时，突然传来了一个天雷滚滚的消息，这 Matthew 啊，居然去申请了破产。在他的申请文件中称啊，他们夫妻2人欠债高达225万，其中包括10万块的信用卡卡债，而全家的收入只有老婆当代课老师每月400美元。你说给人追债，最后反而把自己给追破产，如此炸裂的操作，实在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下就轮到芝加哥警局嘚瑟了。我就说吧，这人是个大忽悠吗？你们还不信？面对这样拉低犯罪界智商水平的人物，那 FBI 也是忍不住摇头啊。算了，还是收网吧。而芝加哥警局呢，到这个时候还不忘秀一波操作。收啥网啊？就以他那欠费的双商，咱们不动，他自己都能往里头钻。结果啊，还真如他们所料，他们在 Matthew 和老婆破产签字那天啊，守在法院门口，是一抓一个准。被捕后啊，警方向他提出了包括金融诈骗、非法使用假身份等多项指控。同时呢，哥斯达黎加警方也对他提出了绑架和谋杀罪名的引渡要求。而且啊，法庭以他潜逃风险巨大为理由，2次拒绝了他的假释申请，将他收监在了一所高等戒备的监狱中等待开庭。根据他的律师后来在法庭上说啊， Matthew 在这段关押期间呢，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和无比惶恐的精神状态。他要律师啊，无论如何要想办法阻止引渡程序，因为他觉得自己一旦踏上哥斯达黎加的土地，就肯定是有去无回了。他甚至要律师去联系自己那2个名人弟弟，要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施加舆论的压力。但是不管是导演2弟还是编剧3弟，都对他的请求不予回应。Matthew 琢磨着，那这事儿还是得靠大哥自己呀。于是呢，他在入狱3周后，展开了一次被报道称作山寨版蝙蝠侠风格的越狱尝试。由于他的这番越狱操作根本不存在复制的价值和可能性，于是呢，监狱方面后来非常大方地向公众公开了 Matthew 的越狱工具：一根9米长用床单搓成的绳子，一个从圆珠笔上拆下的金属笔帽，在地板上打磨之后做成了一个开锁工具，以及藏在一块肥皂里头长度约为1厘米的刀片残片。监狱方面猜测啊，他的计划呢，可能是先用那个小工具去打开门锁，然后用绳子如同蝙蝠侠一般从天而降，一番搏斗之后用刀片挟持狱卒离开。但实际上他连第一步都没完成，就被同牢房的狱友给举报了。狱友给出的理由是，我看他在那儿捣鼓啊，我都替他觉得丢人，密室逃脱都比他那玩意儿有技术含量，跟这种智障关在一起，我实在是跌份儿啊。于是呢，我就给他举报了，让他赶紧弄走。能同时让黑白2道都如此鄙视， Matthew 的智商和动手能力都创了新低。而这次胎死腹中的越狱计划也让他喜提18个月的刑期。不过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新换的律师却有如神助，居然在哥斯达黎加方面提供的引渡文件中找到了8处疑似作假的信息，成功的将已经进行了大半的引渡流程踩下了一脚急刹车。哥斯达黎加警方对此表示非常委屈，这也不能怪我们呀。大家回想一下，过去这些年里，我们到底经历了多少飓风？整个岛都快被吹没了，警局文件管理上出现了差错，或者是丢失，都是家常便饭。
实在找不着了也没办法呀，所以只能靠着当年办案的警员凭记忆给补上了。可能这种做法放在当地是司空见惯，可是放到专门以鸡蛋里头挑骨头为己任的美国律师眼里，简直就是送上门的大礼呀。于是在他的一番操作下，最终法官以事实不明确、证据链存在缺失为由，拒绝了哥斯达黎加提出的引渡申请，绑架杀人的指控也因此被取消了。得知了这个消息的 Matthew 呢，可谓是悲喜交加呀。喜的是自己这条小命终于保住了，但是悲从中来的是，早知道这个律师这么牛逼，我还费那劲儿越狱干啥呀？事实证明呢，这个律师真的是非常牛。他之后再接再厉，又成功打掉了身份造假的罪名，理由是那个 Matthew 奥本海默的护照仅在哥斯达黎加使用过，而且呢，同样有证据缺失和造假的嫌疑。就这样Matthew 最后仅以几项诈骗的轻罪认罪，加上之前越狱未遂，总共才判了不到3年。而他呢，在2010年就已经被获准假释出狱，而那个雇佣他的富豪 Bob 则完全没有被提出任何的起诉。他在2年后回到了美国，在佛罗里达继续他的养老生活。整个案子里头唯一受到了惩罚的就是那个同伙阿隆索，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对不交那2张超速罚单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不过这个案子里头还有一个谜团，就是 Matthew 已经到了申请破产，连10万块的卡债都付不起的地步了，是谁花大价钱给他请来了后面那个牛叉的律师呢？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定论。不过在2010年，英国《泰晤士报》一篇名为《蝙蝠侠、罗宾和谋杀案》的专题报道中引用了一个匿名知情者的话，很大可能还是他的二弟 Christopher 最后拉了一把。尽管大哥之前也顶着他的名头各种招摇撞骗，坑弟没商量，但他呢还是不忍心看大哥去坐牢，2个小侄儿从此没有了父亲。不过这应该也是诺导最后一次帮他了。打那以后呢，他不管是在任何的场合都绝口不提自己还有个哥哥，在奥斯卡奖这样的场合也从来只去感谢自己的弟弟、父母以及妻子。看样子兄弟2人早已是一拍两散，相忘于江湖了。直到2023年，鸿篇巨制《奥本海默》横空出世，诺兰导演的哥哥曾经顶着这个奥本海默的名字犯下了杀人案的劲爆新闻再次被人们提及，让人不得不感慨，虽说是龙生九子个个不同但是诺兰的这个大哥简直就是一条蛔虫于是就有人揣测说，会不会是父母比较偏心，把教育的重心都放到了2个弟弟上，而忽略了大哥呢？但是根据《泰晤士报》采访到的几个他家的多年好友回忆其实这大哥 Matthew 才是诺兰家里头最得偏爱的那个孩子，不仅是金发碧眼，长相英俊，身体健康，擅长运动，还从小就能说会道，不但讲故事的能力完爆，后来成为知名编剧的3弟，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更是远远超过了有着严重红绿色盲的2弟。单论先天条件他绝对是这3个儿子中最出色的那一个。在很多相关的报道中都提到了诺导对电影的热爱，开始于小时候父母给了一架老式8毫米的胶片摄影机，但是却极少有人提到这台摄影机其实是父母买给大哥 Matthew 的生日礼物。他在很快玩腻了之后随手就丢给了弟弟，结果却因此成就了一代名导。比起那2个一直在电影圈里混的弟弟，大哥的履历其实可谓是丰富多彩他当过运动员，做过证券投资人，炒过房地产，还涉足过艺术品和科技产业，可以说是把能想到的赚钱行业都做了一遍。可是所有这些呢，仿佛都如同儿时的摄影梦一样，3分钟热度，转瞬即逝，最后凭着自己的相貌堂堂和会忽悠的嘴皮子，成了一个骗子。本来想给冤大头去收债，做个大的，结果反而把自己玩成了那个大的。你说一样的家庭，一样的教育环境，甚至是同一对父母的遗传基因，但是一个成为了阶下囚，另外2个却站在了事业之巅，活成了人生赢家。只能说诺兰家的这3兄弟把后天环境还是先天遗传谁更重要的正反2方都给干沉默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复杂而矛盾的人性确实存在，才会让诺兰在影片中借管家阿福的口说出，有的人并不想要符合常理的东西，他们不会被收买，不怕被威胁，不讲道理，也无法谈判，他们只想看着世界毁灭。
感谢收看 M2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